家好，今天星期一，我是 Polly，我是 Jane。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是打呼。在医学上我们比较熟悉的打呼呢，它的名称是叫做鼻鼾，或者是叫做打鼾。然后我有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啊，包括我的小时候，我也是觉得说，打呼好像是睡得很香这样子的表现，因为我看我爸爸很累的时候，他回来他就睡得好像咣咣声这样子，好像睡到很好。可是其实不是，就是它是一个错误的表示，错误的想法啊，因为我小时候的想法来的啦。然后其实为什么会做这个主题呢？原因也是因为它很多时候都会让人家觉得说，它是一件小事情，或者是如果我没有枕边人我其实根本都不知道我打呼，所以很多时候会很多人去忽视掉这个问题可是它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解释，一个是睡觉，为什么是在睡觉的时候产生这样的声音？第二种呢，就是第二个部分就是为什么会发出这样子的声音？它是怎样发出的？OK， 在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全身的肌肉都会被放松嘛，就包括了support住我们的咽喉，或者是我们的口鼻部、我们的呼吸道的肌肉，它也是会跟着一并放松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是在睡觉的时候会发生这样子的问题。然后跟着，如果讲说一旦太过于放松，变成松弛的时候，或者是塌陷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它会挡住我们的呼吸道，让我们的呼吸道变到狭窄。它就变成当我们空气这样子进入去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去碰撞到两边的肌肉，就是咽喉部的软组织，比如说有喉咙的软腭所以当碰到的时候呢，它就有震动，有震动的时候它就会有声音。再简单一点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去想一下正常呼吸它是怎样的，它是通过我们的鼻子，然后通过我们的鼻腔，再到我们的喉咙，才到我们的咽喉，所以它是一个这样子的管道。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气管，正常吹气管是会有声音的嘛？没有声音，因为空气它是通的嘛。可是如果你压住的时候，你发出的声音它是比较尖锐的声音的。如果鼻鼾是一个病理性的话啦，有一些像我啦，我是那种很累的时候才会打呼，这样子算病理性的吗？鼻鼾它分成很多种，然后你讲的那个是其中一种，所以有没有问题很好？它其实是分成三种，一种呢是常见的有三种，然后第一种是叫做鼻鼾，它是比较闷的一种声音来的，它是当我们好像比较轻微当我们好像流鼻水鼻子有一点阻塞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样子的声音。第二种呢是口鼾，就是你刚才讲的，就是当我们鼻塞比较严重的时候，或者是你很累的时候，你身体比较需要更多的氧气的时候，这样子你身体的机能会不自主的让你用嘴巴呼吸，让拿到更多氧气。对，所以当我们的空气进去的时候，它是直接去碰撞到我们咽喉的软腭，这样子产生出来的声音呢，它是比较响亮的，它是相对比鼻鼾它是比较响亮，而且是比较大声的。OK， 然后第三种呢叫做爆鼾，其实我以为它是更大声，其实它是变成有一点尖锐的声音的。它是变到有点尖锐，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它是最需要被重视的。如果你真的有出现这样子的打呼声的话，你真的是要去多去留意它，因为它是最会去影响到你枕边人的睡眠，甚至是你自己打呼的人，你会突然睡到一半，自己被自己惊醒过来。这样子爆鼾是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它是在你呼吸暂停之后才会出现的。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听到我呼吸暂停好像很恐怖这样，可是其实这个东西是出现在一种疾病，它叫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这疾病它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出现呼吸暂停这样的表现。OK，对。可是怎样定义呼吸暂停呢？我怎样知道我呼吸暂停？呼吸暂停就是当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的口鼻腔的呼吸道，它的气流通过暂停了10秒以上，我们就可以把它定义成是呼吸暂停。对，表现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打呼的时候，它很大声，可是突然你会没有听到声音，
然后当他又回去那个声音的时候，他是像我刚才讲的比较尖锐的声音，对对对，所以他是这样打打停停，打打停停，这个就是有呼吸暂停的表现了的。哦，所以另外一半打打停停的话，就是很危险的。不是趁机睡觉的时候，不是要叫醒他的时候啊，对对对，可以的话就是叫醒他，然后可能就是叫他侧着身子睡。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仰躺的时候我们是会有地心引力的嘛，所以它是会让你的舌头就是往后滑。这样子的话因为这个疾病它其实它不像是普通我们好像太累的时候这样容易去导致，它是当我们的软腭和我们的舌根一并两个东西全部都一起塌陷的时候，它就会导致到它会很严重的去阻塞到你的呼吸管。所以当我们侧着睡的时候我们通过解剖图，因为他们是讲看解剖图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呼吸管道在侧着睡的时候它是比较通畅的。刚才我讲到那个打打停停是有可能有一些人比较严重的因为这个的话它也是有分成轻度、中度、重度，然后如果是严重的话，它是可能一天晚上就是这样子重复几百次的，真的是有可能的。所以这样子重复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讲说它一整个晚上它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一个没有气的状态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大脑知道我们缺氧的时候呢，它就会让我们就是唤醒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肌肉有力量，可以冲破那个被挡住的那个呼吸道。冲破出去的时候，它有很大的呼吸的时候，这样子出去，所以才会造成有这样巨大跟这样尖锐的声音。然后呢，所以这个东西它是会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的。因为你要想你天天这样子睡睡醒醒，睡睡醒醒，这样你根本都没有在睡觉。你根本都没有在睡觉，这样子你身体在一个没有得到休息的状态下的话，你隔天醒来你会不会没有精神？对，很累很累，肯定你会觉得好像我讲睡都睡不够，是不是？所以有一些人他讲睡都睡不够，可能是因为他打呼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打呼的原因，也是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打呼只是其中一个原因。然后它会导致到他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比如说他会头痛、头晕还有一个是像我讲的记忆力比较不好，最后的时候它是会导致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甚至是就是在睡觉的时候意外的猝死。因为你如果呼吸暂停，你超过10秒之后，就是到一个程度是你身体真的是不能够有那个自救的机制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出现这样子的状况，比较不幸的状况。OK， 然后这个疾病呢，它有怎样的治疗？它其实我们常见的是有3种，然后可是在做治疗之前我们可以做一种检查。我可以考你嘛？做什么检查？睡眠检查。Very good， sleep study 因为睡眠检查的话它是可以让你知道说你的打呼的程度，你是中度还是轻度还是中度还是重度。然后第二种呢，它是可以让你知道你是哪里一个部分出问题，因为我刚才有讲到它是某一个部分出问题，它这样子它导致的鼻鼾声就不一样，然后所以你治疗的方法也应该要不一样。对，没有错。所以第一种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各式各样的阻鼾器。阻鼾器其实它是让我们可以把就是被挡住的呼吸道打开，让它空气进来的时候通畅。阻鼾器是怎样用的？它是就是在你睡觉的时候，把它的下颚固定在一个位置，前身的一个位置，就是帮助到你的里面的呼吸道比较通畅一点。OK， 让那个舌位置往前移。对，总之是戴起来蛮丑的。OK， 至少不会死至少不会死。对，可以帮助到，真的是可以减轻的。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呼吸机。呼吸机它是针对刚才我讲的，就是有呼吸暂停这样子的表现的打呼，因为它是就是它是这样子的患者的首选。如果可以的话，你真的是有出现呼吸暂停的话 ，maybe 你可以尝试呼吸机，因为它虽然是有点贵，但是它真的是有效的。OK， 然后第3种呢，就是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就是我刚才讲的检查是肯定要做的，因为通过检查了之后，你跟你的医生做咨询，
然后你做了咨询了之后，你就能够知道说你是哪里一个部分出问题，然后那个部分是不是需要手术才可逆的，然后你才会去做手术治疗。这样么大家不要直接做手术治疗就好。可是手术治疗它很贵哦，而且啦，手术治疗啊，有一些手术治疗它是有一定的复发率的，比如说鼻息肉，它也是会复发的。对，它会复发，好像鼻息肉这样子啊，有一些人的鼻息肉是长了会长的哦。然后还有的话，它就是可能有一些手术它不一定一次就能够根治的，它可能要几次，比如说它是需要通过几次，然后它才可以让你完全的根治的这样子的问题。然后接着呢，我们会讲一些中医治疗，因为中医治疗的话呢，可以日常你去做一个保健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因为它是按摩几个穴位啊，然后你可以去帮助到去恢复你的脾胃的功能这样子的。OK， 它是有所帮助啦。OK， 第一个穴位呢，它是在中脘穴，在我们肚脐跟我们的肋骨这边嘛，肋骨的中心点。OK， 你这边你按住这边跟你的肚脐。OK， 然后你选一个中心点，这个就是我们的中脘穴，请记住它，它非常简单哦。OK， 然后在另外一个穴位呢，就是天枢穴。天枢就是在我们的肚脐旁边2寸，我们可以用3只手指旁边这样子固定2寸。OK， 然后旁边2个穴位，这个都是天枢穴。所以你可以去日常按摩它，然后或者是有阴陵泉跟丰隆这2个穴位呢，我们会附上照片，所以你们可以回家看了，然后自己练习这样子咯。OK， 以上的穴位呢，它都是对脾胃比较有帮助的，因为这个病呢，它是很直接的去关系到我们的脾胃的。OK，所以呢，你按这几个穴位，可能可以有助于改善你的打呼这样子的问题啦，或者是可以减轻。OK， 然后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讲拜拜啦。OK，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呢，就请按赞、订阅跟分享。如果有什么内容是想要知道的话呢，也可以在下面给我们知道。我要放工啦。OK， 还有不要忘记 follow 我们的IG。